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清明前一天，新来的美女经理突然要求所有人留下，明天所有人都不准回家祭祖，全公司一起去扫我们已故董事长的坟墓。公司花心血培养你们，不仅给你们工作，还给你们发工资，说是你们的再生父母也不为过。希望你们分得轻孰轻孰重，不要为了自己的小家，从而放弃大家。当大家询问他和已故董事长是什么关系时，他则骄傲地说道：“我是董事长的孙媳妇，那董事长自然也是我爷爷，也是大家的爷爷。以后清明，你们都必须优先给董事长祭祖，不然就是违反公司规章，严重者直接开除。可那位已故董事长是我爷爷啊，我怎么不知道我爷什么时候多了个孙媳妇？”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新来的美女经理张思思说出这话时，全公司的人都震惊了。不准回家祭祖，去扫董事长的墓，这放在什么公司都是相当炸裂的。张经理哪有不扫自己家墓去扫别人家墓的道理？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一位同事率先发出自己的不满，谁料张思思却朝他嫌恶地瞪了一眼，阴阳怪气道：“又没说不让你去扫，等你扫完了董事长的墓再回去不就行了？公司花费这么多心血培养你们，你们多少也应该抱有一点感恩之心，要将公司始终放在第一位。”那位同事还想说些什么，可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张思思怼了回去。不就是让你把自己的先人放在第二位，把董事长放在第一位吗？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你还有脸说自己是公司的员工吗？怎么连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为了惩罚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员工，3个月绩效全部扣光，其他人以此为戒，还有没有意义？这么严重的处罚令公司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不过公司里大部分员工都是拖家带口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一时间竟没有人敢出声了。见此情景，张思思一脸得意地扫视公司一周，说道：“既然没有意义，那明天早上6点钟在公司集合，大家一起包车去，一人20块车费等会统一发给财务。”我皱着眉头看向张思思，这个女人在1个礼拜前突然空降到公司当起了经理，一上任就立马烧了3把火，把上任经理的心腹开除，严格抓考勤，制作更严苛的规章制度，一时间让公司怨声载道。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还会过分到这个地步。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说完，我便开口道：“张经理，自古以来都没有去扫别人家先辈的道理，你这样做，难道家里没有要扫的祖先吗？”听了我这话，张思思顿时火起，指着我的鼻子就怒骂道：“王清池，你故意找茬是不是？既然你们这么有怨言，那我不妨告诉你们，已故董事长就是我的爷爷。”张思思垫着下巴，骄傲地说出这句话，瞬间让全公司炸堂，尤其是我，更是快惊掉了下巴。我怎么不知道我爷爷什么时候多了个孙女了？这不对吧，张经理？董事长姓王，怎么就成你爷爷了？我皱眉问道，又没说是亲孙女，我是你们董事长唯一金孙，王氏的唯一继承人，王耀祖的未来孙媳妇，那董事长当然是我爷爷啦。这重磅消息更是令我暗自啧舌。王耀祖是我亲哥，本来确实是唯一的继承人，只不过他性格纨绔，是个扶不起的烂泥，家里便渐渐开始放弃他，转而培养我了。之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因为是家里要求我从基层做起，
不能因为是继承人就可以肆意妄为，也是避免步了我哥的后尘。这样想着，我便打算拿出手机问我哥知不知道这件事。谁知刚一拿出来，手机就被狠狠打掉在地上，摔了个四分五裂。王清池，你到底有没有懂不懂公司的规章制度？都说了上班时间不准玩手机，还是说你根本不把我这个经理放在眼里？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了。你扣3个月绩效，然后再把公司的规章制度手抄5遍，明天交上来，不然你就等着被辞退吧。公司培养你们，给你们一份工作，甚至还给你们发工资，不是让你们当一个不以公司为大、没有任何奉献精神的白眼狼。有异议的人现在就去交辞职申请。张思思如此逆天的言论，自然引起了公司一些人的愤怒，当即就有人拍桌子道：这傻逼公司，还有你这个傻逼经理，自己户口本只有1页，也别害别人啊！老子奉献你大爷！老子不干了，现在就把工资结给我！张思思被气得够呛，也不甘示弱地拍桌子道：赶紧滚！你还想要工资？全部扣光，就当作是公司培养你的辛苦费，还有对上级不尊重的惩罚。你这样子，还有哪家公司会要你？我这是在教你们做人的道理。去你妈的！不给是吧？不给就等着被仲裁吧！说完，好几个员工都骂骂咧咧地走了，剩下的人面面相觑，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一时间也没一个人敢反驳了。见此情形，张思思嘴角都快要扬到天上去了，看样子她内心的成就感在此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随即她再次转向我嚣张道：你呢？你还有异议吗？而我默默地捡起破碎的手机，摇了摇头说：没有。哼，欠教训，就这么说好了，明早6点，迟到当旷工处理。说完，他就一把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看着破裂的屏幕，我突然发出了一声冷笑：我的好哥哥啊，看你找的什么好媳妇，连爷爷最喜欢清静的事都不知道吗？既然这样，我倒要看看明天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第2天，我没有选择来公司坐车，而是提前到了爷爷的墓地。张思思的短信如潮水般涌来：王清池，都6点20了，你人死哪去了？是不是觉得我不敢开了你？我无视他的短信，给爷爷上了香，擦了擦墓碑。很快就有一行人火急火燎地走了上来，为首的正好就是张思思。他见到是我在此，当即就气得脸红脖子粗，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给了我一巴掌。你有什么资格第一个给董事长爷爷上香？你这个低贱的打工人，分不清大小王了是不是？我被打得蒙圈了，正愣地摸着自己红肿的左脸，好半天才开口道：这是我爷爷，我当然有资格给他上香。听了这话，张思思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过了几秒钟，她便露出一副了然又嫌弃的样子，说道：我怎么不知道我未婚夫有个妹妹？哦，我知道了。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自己跑来了呢？你以为你和董事长都姓王，就可以碰瓷人家孙女了是吗？想以此来给自己低贱的地位来镀一点金，真是个心机婊。你做梦吧！狗屎就算被鲜花插上，那也是一坨狗屎。你亵渎了爷爷的坟墓，赶紧给他磕10个响头赔罪！不要不是现在是法治社会，你都应该自刎在他的坟墓面前。张思思在爷爷坟墓前大喊大叫，如同一个泼妇。我不管你怎么想，总之你给我闭嘴，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要是打扰了我爷爷的清静，你觉得你还想进我家的门？张思思听完我这话，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似的。不是吧？丑小鸭还真把自己当白天鹅了。
别不是演戏演出幻觉来了。我进不进王家的门，还由得着你一个低贱的农民来决定？哦，我又知道了，一定是你想靠这种方式来掩饰你精神上的自卑。听了他这话，我气得都快要爆炸，当即就严肃说道：爷爷当年就是农民白手起家，你吃的饭也是农民辛苦种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都说了，让你别臆想了。你以为给董事长编个农民起家的身份来凸显你和他的相同，就能让你变得高贵吗？你做梦！张思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套逻辑里，根本就说不通。我深呼吸一口，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怒火。真不知道爸妈在看到哥哥未来的媳妇是这个样子时会有多崩溃。我不想跟你争辩了，总之你快走吧。爷爷喜欢清静，也不希望外人来打扰。哼，那是我爷爷，又不是你爷爷，难道你还能比我懂？老人家就喜欢热闹，所以我才把这么多人都带过来陪他说说话，告诉他王氏如今的发展有多么辉煌。可惜把你这个蛀虫带了过来，才是扰了他的清静。赶紧滚！说完，张思思便一把撞开了我，拿上香准备点燃。我被撞到了一旁的树上，顿时疼得我眼冒金星。但当我看到张思思准备祭拜我爷爷时，我瞬间就火了，忍着疼痛冲了上去抢走香。你一个外人，才没有资格祭拜我爷爷！你放屁！我是董事长的孙媳妇，我没资格，谁有资格？你要是再在这里砸场子，我可就报警了。有本事你就报，反正我不可能让你给我爷爷祭拜的。张思思那小身板根本就抢不过我，气得在原地直跺脚。突然，他想到了一个法子，朝着那些跟他来的员工们说道：你们2个男的，把他给我按住。你说什么？我瞪着眼睛看向他。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被指到的2个男员工也面面相觑，一副为难的样子。看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们要是不服从命令，那你们也别想在公司里干下去了。一听到要被辞退威胁，那2个男员工也只能心一横，冲上来拉住我。青池，你别怪哥，哥上有老下有小，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我被紧紧抓住，一时间不得动弹，只得愤恨地瞪着张思思骂道：你想干什么？知不知道你这样是违法的？违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公司里你就得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上级领导这么不尊重，那我也有权利处罚你，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体统。说完，张思思邪笑地用燃着的香在我面前比划了2下。要是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个头，并保证自己以后绝对不顶撞我，我说不定可以放你一马，还可以让你继续在公司里工作。要是不从，这个香在你漂亮的小脸蛋上来一下，就不知道你受不受得了了。我惊恐地瞪着那只燃着的香，热气扑面而来。张思思，你就不怕坐牢吗？坐牢？笑话！我可是王氏唯一的孙媳妇，承担给王氏开枝散叶职责的人。就算真的被关进去了，王氏肯定会想方设法保我出来的。谁会理你一个低贱的底层农民？说完，他邪笑地拿着香逼近了我。千钧一发之际，我朝张思思狠吐了一口口水，同时再肘击了旁边男同事的肚子，迫使他们吃痛放开了我。啊！你这个贱人，敢吐我口水，我杀了你！张思思抓狂尖叫，举着香就朝我袭来。没有了束缚，张思思自然不是我的对手。我早就看他不爽了，直接就是一巴掌扇了上去。你敢扇我？我可是……张思思话还没说完，又被我一巴掌扇了过去。你就算是畜生，也不妨碍我扇你。
看不起农民，你活该被删，赶紧滚！你没资格祭祖，见无论如何都打不过我。方才那些员工也不敢再向前。张思思气得都快要抓狂。忽然，他居然点燃了一沓纸钱，朝坟墓后面的小树林上猛地扔了过去。既然这样，那就都别拜了。火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蔓延，我瞬间吓得头皮发麻，差点尖叫出声。你是不是疯了？居然敢放火烧山？那又怎样？反正我是王氏的孙媳妇，就算烧了一样，奈何不了我。张思思露出癫狂的笑容，在火光之中简直像一只厉鬼。就在此时，几个人匆匆赶上了山，见到此情此景，吓得大喊：怎么着火了？快救火啊！那三人正是我的爸妈和哥哥。一见到我哥哥王耀祖，张思思顿时像找到了主心骨一样，冲上去紧紧抱着王耀祖的手臂。亲爱的，你终于来了！这一切都是王清池那个贱人干的。他一个低贱的农民，还妄想给咱爷爷祭祖，以此来攀高枝。我不让，他就一把烧了山。说完，他又转头看向了我爸妈：你们一定是伯父伯母吧？我是耀祖的女朋友，他应该跟你们说过我。对于这件事发生，我真的很抱歉，是我管理不当，让那个贱民打扰了爷爷。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一定不会让我们家被那个女人给蒙羞。他自顾自地说着，全然没有看到我爸妈愈发难看的脸色，还有我哥眼里的心虚。终于，我爸忍不住了，朝我哥狠狠扇了一个大嘴巴。王耀祖，这就是你找的女朋友？你看看他怎么说你亲妹妹的。亲妹妹？听到这话时，张思思眼睛瞪得像铜铃，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爸妈，难以置信地说道：伯父伯母，你们一定是老糊涂了吧？这种低贱的农民怎么会是耀祖的亲妹妹呢？再说了，他亲口告诉我说他是你们王家的独生子。听到这话，我爸更是怒不可遏，又是狠狠一巴掌扇了上去。畜生，你有什么脸说你们我们家的独生子？我宁可我们家从来就没有你这个逆子。我哥被打得两边脸肿得和猪头似的，但也不敢放肆，只能唯唯诺诺地说我是独生子也没错啊，咱家不就我一个儿子吗？妹妹也是独生女啊，都到这个地步了。张思思仍然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嘴里嘟嘟囔囔道：不可能啊，耀祖，你告诉我，这种低贱的人不可能是你妹妹，你说啊？这下终于轮到王耀祖忍不住了，狠狠地抽上了张思思的脸，怒吼道：你闹够了没有？非要害死我是吗？她王清池就是我亲妹妹，只不过是来公司基层锻炼一下，就没告诉你们而已。这下张思思终于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地上。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现在要紧的事情不是给她一个教训，赶紧拿水来救火啊！我吼了一嗓子，周围人瞬间忙碌起来，接力去寻找水源。好在那片小林子很小，周围也没有可燃物，这才让火势没有蔓延出去，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等做完这一切后，所有人都是满头大汗。我爸黑着脸看着周围面面相觑的员工，低声吼道：这些人都是来干什么的？张思思率先抢答道：伯父，他们都是我手下的员工，这不今天清明节吗？我就想着把员工们都带来，让爷爷热闹一下，也跟他说说咱们公司发展的有多么好。老人家不就在乎这个吗？我爸的脸越来越黑，张思思的语气也越来越没底气，到最后甚至比蚊子叫还要小声。真是胡闹！老爷子最喜欢清静，就连坟墓也特意选在了角落。你叫这么多人来，还闹出这么大动静，难不成要把他给气活过来吗？你这个逆子，
这么重要的事你都没告诉你女朋友。”说完，我爸又给了我哥一巴掌，我哥被打得头都晕了，只能欲哭无泪地说道：“爸，这不能怪我啊，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做啊。那现在怎么办？扰了你爷的清静，差点烧了你爷的坟墓，还这么辱骂你亲妹妹，你打算怎么谢罪？”我爸质问道。就在这时，张思思又狡辩道：“不是我烧的，是那个剑。不是，是青池妹妹烧的。我想给爷爷上香，他说我没有资格，直接抢了我的香，我不同意，他就直接烧了坟墓。”说完，他又转向我，一脸茶色的哭道：“青池妹妹，都是我不好，我不知道你是耀祖的妹妹，我向你道歉，但我好歹也是耀祖的女朋友，我不过就是想给咱爷爷上个香，你就算不同意，也没必要这么冲动啊，这样让爷爷怎么想？”听着他的话，我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就连王耀祖也心疼道：“青池，你怎么能这么多思思呢？他也是好心，你至于这样吗？你快点给青池道歉。”呵呵，真是好一对狗男女，都这样了还维护着呢。他真的超爱。就在我准备辩解之时，一个员工突然拿着手机说道：“就是张思思烧的，我都录下来了啊！”听到这话时，张思思直接尖叫出声，转过头来愤怒地盯着那个发声的员工，恨不得要将人家给生吃入腹。“你这个员工在乱说什么？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种说谎的员工。”他还觉得自己的开除威胁还有效呢，殊不知自己才是分不清大小王的那个，笑死我了！你不过一个小小的经理，说自己是王家的儿媳妇，其实都八字没一撇呢。青池才是王家的千金大小姐，你觉得你还能比人家有话语权？那位员工不屑地说道，把张思思气得要死要活的。见员工拿出手机，张思思直接飞扑上去，将那个手机给摔碎。“你放屁！你哪有证据？一定是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张思思气喘吁吁的，见手机被自己摔得四分五裂，以为证据被完美破坏了。殊不知他平日里嚣张跋扈，早就引得无数人记恨。见现在攻守易势，大家也都不怕他了。这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如果你没做，你这么心虚摔人家手机干什么？我这里也录了响，有本事你把我的也给摔了，我这也有。此起彼伏的声音居然把张思思眼泪给气出来了，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受了委屈呢。只见他一下子冲进了王耀祖的怀抱里，哭诉道：“耀祖，你一定要相信我啊！我是被冤枉的。”呜呜，王耀祖也不知道是被张思思给灌了什么迷魂汤，一向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他居然对张思思这样子给心疼坏了。他搂着张思思的肩膀，一脸无奈地看着我：“青池，你别这么抓着思思不放行吗？都说了他只是好心办了坏事，我看啊，要不今天这事就算了，你们两个互相道个歉，以后大家都还是好同事。”王耀祖这话把我给气笑了，当即就毫不客气对道：“我没错，凭什么要我道歉？要是被冤枉了，为什么不敢看视频？如果要是我的错，我跪下来给他道歉；如果是他干的，他跪下来给我道歉，怎么样？”听完我的赌约要求，张思思哭得更大声了，把王耀祖的小心肝都给疼得一颤一颤的。“王青池，就这么点事，你至于吗？把思思吓成这样了，这傻逼真的疯了！”我还没说话呢，我爸就先开口怒骂道：“王耀祖，到底谁才是你亲人？你要是不认你妹妹，那你就滚出王家，我要看视频。”我爸这话瞬间让王耀祖不敢说话了。接着，一名员工走了上来，
把刚才记录的一切全部都给我爸妈看完。听着里面自己的叫嚣声，张思思的脸色也愈发难看。看完了这个视频后，我爸妈差点气到背过气去。爸，你看看你最疼爱的孙子给你找了个什么样的孙媳妇，真是家门不幸啊！我爸冲着我爷的坟墓哭喊道，随即又恶狠狠地看向抱在一起的王耀祖和张思思。他居然敢这样对你妹妹，还说你妹妹是个低贱的农民，你爷爷就是农民出身，靠卖粮食你把我养大的，没有他哪来你今天的奢靡生活？你给我在你爷爷坟墓前跪着好好反省。说完，我爸一脚把我哥踹得跪在我爷坟前。张思思见状也想下跪，被我爸一把拉了起来。青池说的没错，你一个外人没有资格拜。张思思见状只能哭着扇着自己巴掌，对不起伯父，是我不对，只要你们能原谅我，我什么都愿意做，但这不关耀祖的事，您就放他一马吧。我教训我的儿子，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王耀祖，你说说看，今天这件事要怎么处理？我爸冷眼盯着王耀祖，把我哥盯得冷汗直冒，张着嘴支支吾吾，半天才开口说道：那把刚才那2个男的给开除，谁让他们这么粗暴对我妹妹的？王耀祖到现在都还避重就轻，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还想着维护自己的亲女友，这把我气的，当即就不客气地回怼道：王耀祖，你还要脸吗？明明是你这个小女朋友滥用职权，用开除来威胁那些背着贷款的员工们，你觉得光开除他们这样合适吗？那罚思思1个月工资吧，拿来给你买个包行不行？王耀祖这话顿时令我爸妈都欲哭无泪，恨铁不成钢地摇着头。随后我爸便说道：好啊，既然你这么不舍得对你的女朋友，那我看你也别在公司里待了，从今天开始，你不再任职公司的任何职务，要是还想在公司里干，就从最底层的业务员做起。听完这话，我哥一下子就炸了。爸，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可是咱们王家唯一的儿子啊！你现在把我从公司管理层赶出去，你让我之后怎么接管公司？你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有资格接管公司吗？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公司的业务逐步由你妹妹接手，她才是王氏的唯一继承人。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不争气。我爸这话让我哥不可置信地摇着头，这怎么行？自古以来，家产都只有儿子继承的道理。我妹她一个女孩，将来嫁人了，咱们家的财产不都是她夫家的吗？把公司交给你，那都不用等到你妹嫁人，就已经被你败给别人家了。说完，我爸妈气愤地扬长而去，我哥紧随其后，试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而张思思则跪坐在地上，垂着脑袋，看不见任何表情。突然，他猛地抬起头，用充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我。你别得意，王家始终会是耀祖的，不可能是你的。那件事情过后，大概过了半年，由于我的身份暴露，也不太可能以普通员工的身份和同事们相处了。我被升至管理层，开始正式接手家族的产业。我能力出众，在我的带领下，公司的业绩很快就在创新高，而我哥则被半软禁在家里，和公司的业务基本上不再有任何交集。本以为之后我的日子会顺风顺水，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段顺利接手公司，可直到我去到企业在西部建立的新分公司调查时，我却又在那里看见了张思思。相比于我的惊讶，张思思倒是十分云淡风轻，甚至早就准备好了茶水迎接我的到来。而更让我震惊的是，
她的肚子已经有明显的起伏，一看就是怀孕了。好久不见啊，王经理。张思思得意地看着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皱着眉头问道。当然是来提前视察一下我儿子的公司了。作为母亲，当然要教导他怎么经商，怎么与人相处，这样才有助于他日后接管王氏。我的眉头越皱越深，那个早已埋藏在我心底的一个不安种子，在今天再次生根发芽。虽然我已经是王氏明面上的继承人，但我深知，我女孩的身份是我爸心里永远的钉子。毕竟从小到大，那个众望所归的继承人是我哥，而不是我。被寄予厚望的人也是我哥。我本来只要健健康康长大，嫁一个能帮助到我家的老公，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目标。而今天的一切，只是他们没办法的办法。但如果我哥有一个儿子的话，一切又会变得不一样。我爸还不算老，他完全可以有精力去培养自己的孙子。到时候，我可能就得把继承人的位置拱手相让了。而且，虽然他们表面上已经放弃了我哥，实际上还是给了我哥几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在我爸的心里，儿子始终是要大过女儿的。从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爸还允许张思思怀上我哥的孩子，就可以看出来了。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深呼吸一口。怎么了，王经理？是不是不舒服啊？要不要去我办公室休息一下？张思思眼神里满是挑衅，看着就十分欠打。不用了，我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转头就走。在离开公司后，我嘴角的笑容再也抑制不住。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殊不知我身上还有我哥的把柄，那可是致命性的，足以摧毁我哥和张思思的一切。王氏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在为期1个月的视察中，张思思作为分公司的一个贤侄，总是时不时地挺着她的大肚子出现在我面前刷存在感。你说啊，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要我说啊，男孩女孩都好，但你一定希望她是个女孩吧？我说妹妹啊，一个女孩那么努力干什么？像我一样嫁个好人家享清福不好吗？哼，到底还是儿子，就是比女儿高上一等。就这样了，你爸妈不还惦记着自己儿子？等他们孙子一出来，你可就要彻底失宠喽。面对张思思的挑衅，我毫不在意，纯当是耳旁风。终于，在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时，我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张思思，你被开除了。这天，张思思照例来到我的办公室里嘴贱，而我这次则毫不客气地给她开了辞退书。看到辞退书的那一刻，张思思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怎么敢？我可是你们王家的儿媳妇，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是王家当家的了？我告诉你，你还得看我肚子里孩子的眼色。正当他歇斯底里尖叫时，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推开，我哥和我爸妈都走了进来。见到来人，张思思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直接跳到王耀祖的怀里，放声大哭：老公，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青池妹妹原谅我？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文员，又不会抢她的功劳，结果她现在要把我给开除，至于这样吗？一听到她的亲亲宝贝如此可怜，王耀祖一下子就怒了：青池，你到底还要耍小性子到什么时候？我都没跟你争王氏了，你这样做不觉得自己太小肚鸡肠了吗？思思她还怀了孕，你跟一个孕妇计较成这样，说出去难道不是叫别人笑话我们王氏吗？外面的员工纷纷探进来看着热闹，这样的情形让我爸妈的脸上都有些不悦。是啊，青池，之前你们是有矛盾，但毕竟思思还怀着我们王家的孩子呢，这要是个儿子，将来也会是你的得力助手。
你这样做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面对爸妈的质问，我不紧不慢地说道：爸妈，如果张思思她怀的确实是我们老王家的孩子，那我肯定不会说什么，就怕她肚子里的是别人的野种啊。一听我这话，张思思瞬间炸毛，指着我的鼻子就骂道：你嘴巴放干净点，我肚子里的不是耀祖的孩子，还能是谁的？你血口喷人！哎呀，我不行了，我的儿子！张思思骂完后，突然像是晕了过去一样倒在地上，但吓得王耀祖赶忙去扶，但只有在我这个角度才能看到张思思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心虚。王清池，你闹够了没有？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放过思思？要是我儿子有什么问题，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妈赶紧叫着救护车。我爸烦躁又气愤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清池，我本以为你和你哥不一样，可没想到你如此小气，到现在还抓着那些陈年旧事不放。你这样子，我可要慎重地考虑一下继承人的问题了。听到我爸这话，张思思的嘴角突然勾起了一抹笑容，但我却丝毫不慌，从柜子里拿出一份文件。哥，看样子你不是很关心自己的体检报告啊？你什么意思？王耀祖皱着眉接过那份报告，在看到上面的内容那一刻，瞬间如遭雷劈。他是无精症，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是无精症呢？王耀祖颤抖着手，像得了中风一样，爸妈也接了过去。在看到什么的结果后，差点晕厥过去。王耀祖的体检报告，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提前知道，而我早就买通了体检的医生，要求他将这件事情给瞒下，为的就是给我自己留一张底牌。没想到还真有用上的那一天。这下张思思彻底装不住了，疯了似的冲过去把那份报告给撕碎。你这个贱人，居然还敢伪造报告！王氏交给你手里，真是会被你毁了。行，报告的事先暂且不提，不如你先解释一下这些照片吧。说完，我打开办公室的投影，上面一张张照片全都是张思思和别的男人的亲密合照。为了避免他们说我造假，我还放映了几段视频，这些都是我找私人侦探在这1个月里对张思思进行跟踪找到的证据。说完，我便开口道：王吴。张思思彻底慌了，直接跪在王耀祖面前对天发誓：行啊，要不我们去给你肚子里的孩子做一下亲子鉴定吧，然后再给我哥做个详细的检查，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谎。面对如此质问，张思思终于绷不住了，冲上来狠狠地抓着我的头发：贱人，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可他还没抓几下，就被王耀祖给拽了回来。下一秒，王耀祖狠狠地朝他肚子踹了一脚，骂道：你这个贱女人，居然给老子戴绿帽子！老子这么爱你，你是怎么对我的？我杀了你肚子里这个野种！张思思被这一脚踹得直接晕了过去，下身瞬间血流成河，而我爸妈彻底崩溃，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家门不幸啊，真是家门不幸啊！就这样，张思思直接流产，在随后的亲子鉴定中也显示，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王耀祖的。随后，张思思被赶出家门，同时在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还有之前清明节张思思所作所为，全都被发到了网上。这下王氏集团的大公子是个无精症，找了个看不起农民工的泼妇老婆还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事情传得人尽皆知，让王氏一时间沦为了笑料。不过王氏还有个精明能干的女儿，在她的带领下，王氏很快就回归正轨，业绩直线生长。爸妈一夜白了头，提前10年退休了，将公司的一切交给了我，不再过问。
而我哥王耀祖在得知自己是个无精症后，彻底摆烂，整日沉迷于纸醉金迷之中。无所谓，我只需要他当一个废物就行了。王氏将会在我的带领下创造新的辉煌。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